金并在鹰眼登场，给大伙露了一手我是瓜皮儿，鹰眼前情提要。运动服帮已经威胁到了凯特的安全，巴顿不得不自投罗网，引蛇出洞。然而情况有变，凯特的突然到来让他的所有计划都泡了汤。运动服帮现在的头目是玛雅，代号回声。玛雅天生听力障碍，在学校里始终格格不入，但他擅长读唇语，观察细致入微，在普通学校里也能有不错的成绩。和其他聋哑孩子一样，玛雅也好奇这个世界的各种声音。他的父亲就是运动服帮的老大，因为身份的原因，父亲没有让女儿去聋哑人专门的学校，而是特意将其送到了普通学校，目的就是学会融入，学会在两个世界里生活。关于女儿和父亲讨论聋的这个话题，各位心里都明白，玛雅学习着空手道，敏锐的观察力便于他洞悉对手的招数。这天，父亲提醒玛雅，速度要比力量重要。女孩的出色表现也被金并一眼相中，顺便就露了一手。在接下来的一场训练中，玛雅要对抗比自己体型庞大的孩子，尽管他右腿一直听力障碍，却仍不影响玛雅用观察来的技巧一招制敌。长大后的玛雅更是比人狠多一点，自信心克服了自己的缺陷。就当他照常回家时，猛然看见浪人正在猎杀自家的帮派成员，手段极其残忍，全部都是一剑封喉。父亲也不幸倒在了血泊中。男人比划着手语，愿女儿能展翅高飞。不久后就咽了气儿。后来玛雅振兴了运动服帮，并将浪人视为了最大目标。巴顿和凯特被关了一整夜，坐在摇摇车上听着那爸爸的爸爸是爷爷，运动服帮的人们都乐坏了。洗脱罪名的计划一泡汤，巴顿也都懒得动了。旁边的秃子打着电话，突然暴躁，成员们忙着打牌，没空理他。秃子这才把事跟凯特聊了聊。他买了2张梦龙的演唱会门票，结果女朋友说要和妹妹去看。凯特给他出谋划策，让他先尝试着去演苦情戏。秃子赶忙去拿东西记笔记，自己能说会道，棒的不行啊。凯特转头告诉巴顿，你得多交流。巴顿还没说话，边上的混混就嫌他话多了。就在这时，玛雅走了出来。第一眼他就看到了巴顿的助听器，想到鹰眼跟自己一样，玛雅也就多了一份善意，上前解开胶带，靠手语交流了起来。奈何巴顿学艺不精啊，被卡奇反手绑了起来，后者还当起了人形翻译机。玛雅认为巴顿过于依赖科技，没有助听器照样能活。问题是巴顿也不全聋，他撇开话题聊起了制服，目的是想把凯特从这事里踢出去。但玛雅并不傻，一个普通女孩是不可能打伤他手下的，即便凯特不是浪人，也一定和浪人有关系。巴顿真诚转忽悠啊，表示浪人已经死了，死在了黑寡妇手里，我当时就在场，现在黑寡妇也死了。玛雅半信半疑质问巴顿，你如何证明一个死了的人死在了死了的人手里？巴顿一本正经，两个已经死了的人，谁死在谁的手里死无对证。玛雅把矛头对准了凯特，凯特说当时的情况他不想被认出来，所以才穿上了浪人的制服保密身份。看他那蛮傲娇的姿态，玛雅联想到曾经，火气一下就上来了。在他和卡奇争执期间，巴顿早就悄悄磨开了胶带，给了凯特一个眼神就冲了出去。一时间，除了卡奇，所有人都猛追巴顿，操作凯特是没法复刻。巴顿这边是打得火热，把运动服帮的哥们儿当猴耍。玛雅紧随而来的进攻，让刚刚摆脱追捕的巴顿难以招架，唯一的反击还打在了玛雅的一只上，之后更是一脚踢中巴顿侧胫，助听器也掉落在地上，被踩得稀碎。突然失去听力的巴顿连连后退，好在拿回了自己的本体，顺利在新一回合的对抗中拿下了玛雅，翻身一跃，精准命中凯特手上的胶带。凯特反应奇快，当下就突袭了卡奇。有着巴顿的神助攻，他也是丝毫不担心身后。巴顿这边远近齐上，以心为饵，判断环境，精准打击。短短几十秒钟，场上的运动服帮就都趴下了，带上残破的助听器离开了现场，也顾不得凯特的弓箭了，找了部老车，按下 F 拍拍点火呀。听不见声音的巴顿只能一意向前开，却始终无法摆脱身后运动服帮那群人的追杀。普通箭头已然用完，剩下的才是复仇者应有的配置。这时已经顾不上什么安全须知了，凯特随手拔了一支架在弦上，这是史莱姆剑，挡风玻璃的粘稠物减缓了追兵的速度。巴顿和凯特自顾自地交流着，一个听不见，一个听不懂啊。但凭借自己的经验来看，巴顿180度调转车头，让凯特拥有了舒适的射击角度。又是一发随机箭，这一发是狠货了，浓烟滚滚，敌人当场退役。此时又传来一阵轰鸣的引擎声，玛雅带兵杀到，凭借坐骑的马力优势，只是几秒就拉近了与巴顿的距离。凯特见状，再是一箭，竟是 Falcon 的皮揣子箭，难不成是给蚁人掏马桶用呢？运动服帮不讲武德，群殴还掏枪，巴顿只能撵着圣诞老人而走啊。凯特则是在祈祷下射出来的新的一箭，好在啊，这次的盲抽有了奇效，追兵暂时只剩玛雅了。
巴顿瞥见十字路口的红绿灯，连忙让凯特利用硫酸剑扰乱交通。这样一来的好处是，人们被迫停车，减少不必要的损伤。巴顿油门到底，冲上了大桥。僵持中，凯特幸运地拿回了自己的弓箭，一发毒箭下去，直接让玛雅瘫痪，桥头堵死。巴顿不得不横停在路中央。眼见更多的追兵赶来，他问凯特可曾见过一招从天而降的剑法。凯特不明所以，向高空射去，而巴顿箭头上清晰地写着2个大字：皮姆科技。双剑交汇的一刹那，一支巨箭从天而降，趁敌人还在惊恐中，巴顿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只留给了凯特支 USB 剑，他只能虚张声势吓唬对方。巴顿借机把皮揣子剑拔了回来，两人结伴跃下大桥，凭借皮揣子超强吸力躲上了地铁，但仍旧是各聊各的。We gotta walk the dog. You're not wrong. I'm quite sure I don't want my dog to Call run. yourself one of the world's greatest archers. Oh my god, you really think so? Probably should walk the dog. What do you think? 回到了莫伊拉家，巴顿连忙冰敷消肿。现在的他仿佛整个人置身于水下，双耳被压力堵住一般安静又不适，就连家里人来了电话都听不到。凯特在一旁贴心的写了出来，这才能让巴顿好好的和孩子说上几句话，同时再次立下 flag。这个圣诞节我必回家，先心疼一波不知名的替死鬼啊！见他这副模样，图尔难免有些心疼啊。1厘米短信调侃他的婴儿，这才打破了尴尬的气氛。凯特找了个老中医修好了助听器，两人策划起了接下来的打算。凯特难以掩饰着兴奋，与偶像并肩作战是多么一件美事。作为一老道的复仇者，巴顿理解这种初出茅庐的心情，但行侠仗义是把双刃刀，在你砍向邪恶的时候，也会伤到自己。或是生活，或是家庭，这灭不了凯特的火热之心。他设计了一款浮夸战衣，以紫为主色调，很能突出鹰眼的特点。巴顿看完连连点头，表示自己不可能穿得太高调了，那黑金是不是就低调了？凯特似是话里有话，摆明怀疑巴顿和浪人之间的关系。这种事情巴顿自当要保密啊。他劝凯特别盲目崇拜自己，自然是担心凯特发现真相后会受到打击。不过凯特只记得他放弃与家人过节的时间，来帮助一个素未谋面的小女孩。话已至此，巴顿也没法多言。可运动服帮认准了他们跟浪人有关系，恐怕会多生事端。如他所料，玛雅和卡奇展开了激烈的争执。卡奇不愿把事情做得太过，例如早上的追逐战，他想低调的做事，以防被叔叔发现。但玛雅不跟他讲道理啊，他是运动服帮的老大，他就按自己的方式来，态度让卡奇产生了怨念。巴顿再次和凯特说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而运动服帮上面还有人，而且是个很不好惹的家伙。浪人又在前些年斩杀了运动服帮高层，先后端了几个供应商，可以说与运动服帮是死仇了。如今有一堆问题要去证实，浪人制服为何会落到黑市拍卖？复仇者联盟基地还有多少东西在外漂泊？雅克究竟是否为刺杀阿曼达3世的凶手？怀着这么多疑虑，凯特决定带巴顿回家，直接动用家里的安保系统调出犯罪数据库。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巴顿同意了。一入门厅啊，巴顿有些发愣，这房子大的有些过分呢。紧接着通过安保系统，凯特查出卡奇与斯隆公司有关。巴顿也只是听着有些耳熟，随即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吸了他。巴顿循声踱步而去，一把剑立在其脖颈处，来人正是雅克。就目前更新的3集来看，鹰眼这部剧很让人省心呐。凯特不累赘，巴顿不固执，毕竟是圣诞贺岁档，现在血压很稳定啊，一定要保持下去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